大家好，我是尼克拉斯杨。美国五角大楼在7月10日突然放出第4部 UFO 档案太震撼了！里面不但有伯利恒之星飞船、隐形外星母舰，甚至还有迄今为止人类拍摄到最清晰的外星侦察船，信息量太大了。我和之前的五角大楼 PDF 档案交叉对比发现这些飞船的背后，可能外星人在下一盘大棋。远古地球、圣经时代和现在全部都联系起来了，太厉害了！今天我就给大家详细讲解一下。我们先分析一下五角大楼第4期里面的 UFO 影像。这次披露的飞船档案和以前不太一样，以前的影片都是一个模糊的亮点在空中移动，是飞船还是气球都不知道，而这次公开的都是非常近的影像，甚至能看到船身、头尾还有灯。比如让世界最震惊的档案 PR116 号影片，这是2020年美国北方司令部全域异常解决办公室 AARO 提交的 UFO 报告，拍摄地点是大西洋上空。这个影像还配有一个被称为靶场干扰者的简报，意思是在20年的某一天，美军在大西洋某个地方进行导弹演练，要打靶，是不是核潜艇发射导弹都没有说。这个报告就描述说这个 UFO 上下分为好几层，看不见螺旋桨或者是喷气的尾焰，好像拥有反重力一样。它以一种非常诡异的姿势漂浮在大西洋上空，就这么静静的在天上看着美军舰队。报告说它的颜色比较深，接近暗红褐色，高度大约 3.7 到 4.6 米。有的人说这是个气球，但是气球为什么前面还有这么多好像灯一样的探测器？有人用 AI 把它的样子还原出来就是这个样子，好像一个带着360度全景照相机的探测飞船。看来这个外星人是要明牌了，他们紧盯着美国核潜艇和动力航母，是不是要行动了？见到这些飞船的外星人，他们是不是在几万年前人类历史刚开始就来到了地球？很有可能他们就是传说中来自远古的神，而他们的样子、故事、使命，今天全部都在我给你讲的这款游戏里完美再现。突袭暗影传说是全球下载超1亿次的顶级策略游戏。我最喜欢的是佛经中的天龙八部、巨人、蜥蜴人、天使、恶魔等等远古外星人都可以成为我的英雄。宇宙中黑暗的力量已经苏醒，腐败正在蔓延。不用怕，欢迎来到突袭暗影传说全新全球活动腐化之王。7月2日到8月18日，只要累计登录7天，就可以免费领取传说英雄均衡者瓦拉林。再累计登录额外7天，即可解锁他的专属装备和神秘升级材料。瓦拉林是突袭中最神秘的存在之一，他的使命就是平衡宇宙的光明与黑暗。使用它还可以在现实地下城活动中挑战哀悼者雷亚，领取更多装备和奖励。记得一定要在7月31前开始挑战，才能感受到瓦拉林这波的专属福利。现在就赶紧行动，福利稳稳到手。不仅如此，新玩家还可以从6组兑换码中任选一个，再次解锁更厉害的传说英雄。我最喜欢牧羊人飞莫，他就是死海古卷中天使和人类的混血，巨人族，攻击力超强。玩突袭，我整个人就像在体验上古神话。现在正是新手加入突袭暗影传说的最佳时机，大家一定要使用尼克拉斯杨、新西兰和智利留言的专属链接，或扫描荧幕上的 QR 码下载突袭 APP， 才能立即获得3位传说英雄加1位史诗英雄。同时在48小时内输入兑换码，还能额外获得1位补充的传说英雄。免费玩游戏就能支持我的频道，我在游戏中的名字是尼克拉斯杨，加入我的公会优秀催财团，让我们一起并肩作战，成为传奇。感谢大家。类似刚才说的这种宇宙飞船档案里面还有更高级的，在编号 PR100 和105档案中还有记载，这几个都是2025年发生在中国东海的。2025年发生了什么事，大家知不知道？网上一搜你们都知道了，全部都是2025年4月中国东部战区组织海峡雷霆 2025A 军事演习，海陆空火箭军全部出动。所以从这里面来看，大家可能会发现一个规律，就是这些外星人不是随便派个侦察船来地球观光的，拍摄什么 Google Map 之类的，他们是有一个目的，就是观测地球人的军事力量哪里有军事、核动力航母、导弹，哪里有军事演习，他们就在哪里出现。他们就是在评估地球人的战斗力。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五角大楼档案，这里面大家就会发现隐隐约约的一个线索，就是外星人非常关注我们的核武器和战斗实力。这个是在五角大楼第4期 PDF 报告编号 DO1UAP-D005 里面有非常炸裂的记载，档案标题为 Pentax 核武设施 UAP 入侵事件。大家按照我这个编号在网上搜索一下都能找到。
在看这个报告之前，我们必须先看一个影片才有具体的感觉。这个就是第4期编号 PR030。这个影片是2023年在中东拍摄，只有10秒钟。美军侦察机在搜索沙漠中恐怖分子基地的时候，突然从摄像头的右下角出现一个极其高速移动的菱形钻石形状的物体，红光一闪现，突然这个 UFO 违反了物理定律，迅速呈90度角转弯，化作一条黑线，唰一下消失在画面右下角。从这里面来看这个飞行器好像是会变化维度，从3维直接变成2维，变成一条线这个是怎么回事？这个也有记载，都是在五角大楼档案里面的，你要去挖这些数据，我在后面会给大家一起讲。先说一下这个飞行器为什么在23年中东出现，因为23年其实就是现在的美国伊朗战争的导火线2023年7月10日，巴勒斯坦恐怖组织哈马斯突然从加沙走廊发动突袭，占领以色列南部领土，还打死了1200多人，最后还把250名以色列人和外国人带入加沙作为人质。之后他们还向以色列发射了超过4000枚的火箭弹。这一下这个中东战争其实就开始了。之后以色列就开始连续轰炸加沙、哈马斯，还有驻扎在也门的胡塞武装分子，这些其实都是伊朗支持的。然后就从23年开始，各种势力各种对轰，一直打到现在。所以当以色列、巴勒斯坦、美国、伊朗都打得正欢的时候，美国发现在他们行动的这个地方还有另外一种势力在暗中观察着人类，他们就是外星 UFO。 我们再回到中东的这个影片，问题就来了，这个侦察机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从一个菱形突然变成一条线，无视物理规律一下飞走了？这个我研究了好久才找到五角大楼档案里面的另外一个记载，说是有2个美国特工在沙漠里面直接接触了这个飞行器，档案的名称就叫做西部美国事件，发生在2026年5月8日，里面就记载有2个 FBI 特工亲眼见证了这个飞行器，而且距离仅100米。他们称这个 UFO 为 Dark Kite 暗色风筝飞行器，或者是透明风筝。他们就说这个风筝可以进入一种2维状态突然变成一根细线。故事是这样的：2026年5月8日夜晚，2个联邦特工代号 USPR 5号和 USPR 6号，他们2个人在美国西部的一个沙漠中执行任务干什么东西也没有说，就是说在一个美国沙漠的限制区中估计就是传说的类似51区那种的周围，在里面侦查其他的人都不准进入。这2个特工就开着一辆车在一望无际的沙漠中行驶，开着开着，突然他们就看到天空中出现一个巨大的橙色光球，然后这个光球一下子唰释放出3个小球，这3个小球其中的一个就逐渐的下降，停在一块岩石的这个山峰的那里，就离特工的汽车有500米左右，大小好像直升机那么大。之后这个物体就开始了极度诡异的横向平移。特工报告中形容说，它这个移动是一种绝对的零阻力，仿佛空气对它完全不存在一样，而且没有任何声音，就像一个鬼魂一样，这唰的一下横着平移这个 UFO 就慢慢下降，接近这2个特工。当它停在路边，离他们大约有100米的时候，突然它的光一下唰就消失了。接着就发生了一个非常诡异的物理变化，特工 USPR 6号就拿出了一个夜视镜对它进行观测。他发现这个 UFO 突然变成了一个平行于地面的极其细的线，宽度大约是4英尺1.2米左右。特工说在夜视镜中，这个 UFO 呈现出一个边界模糊的 Dark Kite 暗色风筝形状半透明的，它的2侧还有圆润的宽度，周围是模模糊糊的，都能看透。但是它这条线就好像是3维世界进入2维世界一样，用肉眼看就是一根非常细的线在空中漂浮。特工就描述这个 UFO 是保持着一种极度扁平的2维现状，像刀刃一样，之后就唰的一下飞走了。在五角大楼其他的报告里面就详细记载了这种的 UFO 的机动特点，说它们就是这样，是可以瞬间悬停和急速加速，突然可以在几秒内一下达到每小时27000英里之后又在半空中瞬间进入静止的悬停状态。同时在飞行中还有无视物理法则的急转弯，就像这个暗夜风筝一样，
可以完美的90度直角转弯。现在地球上的战斗机啊，如果这样突然的这么直角转弯，这个飞机的机身啊，还有翅膀，因为加速度的力量，直接就空中解体了。所以啊，这种外星飞船，它们的飞行可能真的是在一个另外的维度飞行，或者是它们的材料真的是非常厉害，否则它们无法抵住这个风和重力对它们的限制。关键是它们飞的时候啊，突然加速度是没有音爆的，所以很可能推测啊，就是它们在加速的时候可能是进入宇宙的另外一个空间啊，多维飞行，否则不可能是违反物理法则，没有出现音爆。所以啊，这个暗夜风筝菱形的飞行器啊，它接下来的故事还有没有？必须有，都没完。整个信息都分散在五角大楼档案里面啊，我现在都把它们联系起来。接下来的档案记载，它出现的地方也是非常符合逻辑，在沙漠里又出现一次，而且出现的位置和美国最高机密有关。接下来就给大家讲一下前面提到的 DOE UAP D005 潘特克斯不明物体事件报告。这个报告可以说是最近10几年美国最高机密设施记载的 UFO 入侵最详细的报告啊，没有之一。里面除了目击证人的口述之外，还有当时美国安保部队野猫重型装甲车雷达数据、监控视频，所有证据在 UFO 入侵发生之后全部移交给 FBI 特工接管啊，非常现代，非常权威。先给大家讲一下什么是潘特克斯 Pentax。 潘特克斯是一个美国的军工厂，位于德克萨斯州阿马里洛，占地65平方公里，非常大。它可不是普通的军工厂，它是美国唯一一座可以组装与拆卸核武器的军工厂。二战的时候，美国的核弹都是在这里组装和拆解。在50年代到2000年，一直都有一些核泄漏和员工得癌症的报告，所以也有很多抗议啊。现在潘特克斯里面做什么都是绝对的机密啊，没有任何的其他记载。而且这个任何飞行器是不可能飞越潘特克斯工厂上空的，因为美国军方把它的上空命名为40号禁飞区，这就说明任何民航飞机、战斗机啊、无人机都不可能进去，一旦进去就直接给打下来。但是2025年9月1日早晨7点10分，诡异的事情就发生了。潘特克斯基地西侧的雷达上面突然跳出了一个未知的信号，一个不明物体大约以10到15英里的速度，沿着一条向北的轨迹，慢慢悠悠的悄无声息的就开始逼近核武器设施的核心区。它不是飞机，也不是鸟群，雷达反射这个截面数据就直接告诉治安官，这是一个金属制的飞机闯入了禁区。顿时整个基地安保警报一下被拉响了，安保部队立刻就执行了潘特克斯无人机系统 UAS 安保事件响应计划，最高级别的防空拦截程序一下被激活了。之后部队就派出了一个中尉和一个安全警务官驾驶的巡逻车进行地面侦察，两人就用着高倍望远镜看着大约有30到60米的低空，看看到底有什么入侵者。一看就震惊了，他们就描述天空中悬浮着一个菱形的飞行器，顶部是有诡异的圆润感，整体非常小巧，高1.2米，底部宽0.6米，并且越往上越薄，就这么竖着悬停在基地上空。报告中写道，这个飞行器是没有任何发动机的轰鸣也没有尾气尾流，没有任何推进系统，就是没有任何声音，静静地漂浮在空中，完全无视地球重力。接着更诡异的事情就出现了，这个 UFO 就发生了光学畸变。这个时候基地里的所有人的证词都是不一样的，有人说这个物体是黑色的，而另外一批人就说这个物体这个飞行器上面是闪着银色的，那别的人又说它是闪的红色蓝色的光，每个人看的颜色都不一样。所以从这里面来推测这个外星人的 UFO 可能真的是包了一层类似等离子的能量层，可以散发强烈的电磁辐射，一下就可以折射空气中的光谱，所以不同角度的人看它颜色都不一样。也许这个飞行器大家看是这么一点，它实际上是非常大的，都是隐形的。当时在核武基地旁边还有一个代号为野猫的重型装甲车，上面装着美军 Cruise 通用遥控武器系统，这个系统一下就自动锁定了这个 UFO， 准备随时开火。就在这个军事雷达一下锁定了 UFO 之后，这个雷达就可以放出辐射波嘛，所以这个 UFO 一下就感受到威胁，然后突然加速飞了一段时间之后90度角直接一下飞走了。所以看到这里我们把档案和影片都联系起来，结论就是这些 UFO
他们并不害怕人类，而且不是刻意的躲藏，他们有时候就是正大光明的出现在人类面前。虽然他们不是在大庭广众几万人的围观的场面下出现，但是他们会在一些重要的场合出现在一些重要的人类面前主要就是这些军官将军面前，然后他们就观察人类的战争、军舰、战斗机、核武器情况。他们这么出现可能只有2个目的，一个是观察，另外一个就是警告。观察人类的武器，看人类的文明发展到什么程度，会不会对宇宙产生威胁。同时他们又一次次接近军事的核设施，中东、东海的这种的军事演习，他们好像就是在警告人类你们不要开战不要战争失控，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还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宇宙的深处盯着这个地球。外星人只看着地球，他们不参加人类的事务，所以他们在古书中、死海古卷中就叫做 Watcher 守望者。说到这个外星人和这个 Watchers 守望者，我们必须再看一下五角大楼公布的排名第1的这个编号104的影片它是一个六芒星 UFO。如果大家经常看一些什么亚伯拉罕宗教的一些经文印度教之类的，这个影片的含义它已经远远超越了宗教含义。所以五角大楼在网站里用红色的字解释了一下，说是目击证人只是看到了显示器上显示的画面，现在无法确定这个是什么现象。意思就是告诉全世界的宗教信徒们，你们不要激动冷静一下。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六芒星这种的标志我们最熟悉的就是以色列的，它这个星星叫做 Star of David 大卫之星就是跟这个飞行器的这种的星是一样的。我们都知道以色列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民族，但这个符号其实并不是以色列的专利。从逻辑上推理如果古代的一些神曾经开着什么宇宙飞船飞碟在中东埃及出现，他们让以色列人看见，那他们也一定是开着这个飞碟出现在地球的其他的地方，也让别的人类民族看到。所以这个六芒星在全世界都有出现过，亚美尼亚、罗马、非洲埃塞俄比亚、埃及等等的。而且这个六芒星之后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很多的变体。大家知道这个中世纪的石匠工会共济会吗？我以前在金字塔地下城里面详细讲过，他们这帮人就是从苏美尔文明开始的时候给神修建神庙的那么一批大祭司。神曾经教给他们先进的技术，可以雕刻和移动什么1000多吨的巨石。这帮人之后呢，又在中世纪修建教堂。后来他们到了美洲，就成立了美国。共济会的标志它是尺子和圆规，但是仔细看它其实就是6个角就是一个六芒星的变异体。而美国的国徽里面就带着六芒星的标志，这个鹰其实也是6个角。之前我也讲过这个 UFO 和它的外表有一层等离子体，所以折射的光线在人类的眼里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颜色或者光芒还有形状。所以有的人看它是六芒星，也有可能其他人看起来是8芒星。所以这些星星都是相同的。耶稣诞生的时候也出现一颗星星，叫做伯利恒之星。在科索沃中世纪建造的塞尔维亚东正教修道院，700-800年之前，这个壁画里面就画了有人坐着这个星星的飞船出现。这颗星星出现之后圣母玛利亚就怀孕了。基督教里这个星星就叫做伯利恒之星。在圣经中记载了一个叫做3王来朝的故事，就是当耶稣诞生的那一天，在伯利恒天空中出现了一个闪亮的星星。这时候有3个博士带着没药珠宝千里迢迢就赶到耶路撒冷，就问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圣经中记载的非常简单，但在早期基督教故事中记载了很多的细节，说这颗星星是在夜晚出现，像太阳一样照亮了整个天空，然后这颗星在伯利恒的上空悬停了一整天，之后像老鹰一样降落在山上。圣经中记载，新约中记载，这个星星是出现之后一路飞在前面，领着这3个博士一直找到了耶稣的出生的屋子，然后在屋子的上方停下。这个也就是说，这个星星不仅和北斗星一样可以指示一个方向，它好像还是能够移动的、带路的，而且能够准确地停在一座房屋的上方，停下来就不动了。所以这个伯利恒之星很可能不是一个天上出现的星星，而是一个 UFO。听到这里大家有没有思考一个更加深入的问题
究竟为什么有3个博士可以看到星星之后，他们就知道这个救世主弥赛亚要诞生了，而且他们可以早早的启程去耶路撒冷找人，还提前准备了没药、黄金、香料之类的珍贵的礼物这一切其实都不是巧合，因为在几千年前，以色列就有一个预言叫做 Star Prophecy， 星辰与权杖预言。这个是在民数记24章17节记载，我看见他却不是现在，我望见他却不是近处，必有一颗星从雅各而出，必有一杖从以色列兴起，他必打碎摩亚的额角，粉碎一切舍特人的头顶。这里面写到，我看见他却不是现在，我望见他却不是近处。这可能意思就是说，在未来不是近处，在天上有一颗星星出现，之后就有救世主弥赛亚诞生。之后这个以色列的救世主也被称作 Bar Kokhba， 星星的孩子，星星之子。大家现在过圣诞节，这个圣诞树上面的星星圣诞季商场里面卖的毛衣上面全都是这个千年之星伯利恒之星，或者说这是一个 UFO 的图案。上一期会员节目我破解了1000年没有人破解的秘鲁普马蓬古雕刻的含义，里面也就提到过，在玛雅和印加人的古代石头上也到处刻着这种星星，叫做 Chakna， 在印加科丘亚语意思是穿越非常科幻的意思，穿越时空。印第安人衣服上的万字符其实也是8芒星的变种，万字符的这个线条就是8条横线。万字符除了是释迦牟尼的标志之外，也是古印度教的标志之一，而且他们是6芒星加上万字符这种的标志，叫做 Shakuna， 它代表就是印度教的湿婆。大家研究一下就会发现古代的各种神这个古印度还有是西方、东方、美洲的，他们都和这个星星有关。上一集会员也提到，这个西藏离印度非常近，这个藏传佛教的唐卡也非常奇怪，他画的是一个神住在一个城里面，叫做坛城，而这个坛城其实看它的几何样子，它就是一个8芒星，它中间住了一个神，而这个神是有2种的，一种是长得非常恐怖的神，青面獠牙，还有脚，像蜥蜴人一样；另外一种就是坐着的释迦牟尼一样的人转轮圣王种也是外星人。所以这些符号从苏美尔流传到现在，又经过古印度、埃及、以色列、西藏、印加、玛雅之类的，他们是不是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这个符号和神有关他们就是神的飞船呢？神就住在里面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在下一期的会员里面就详细分解一下这个影片，就是巨大的线，它其实就是外星人的隐形母舰，这个也有故事。还有一个更加厉害的，就是五角大楼里面提到的一个人，叫做 Van Tassel。 他说他被金星人带到飞船之后，外星人就告诉他很多圣经创世纪以来的一些故事他就说亚当不是指的一个单独的人类这个亚当其实是一种物种，这夏娃也是一种物种。外星人把这些秘密全告诉他了。从1960年开始这个 Van Tassel 就觉醒了到处开始讲座，还办了一个1000人大会。在会上他就开始批评美国政府说这个美国空军现在可能隐瞒了外星人和飞碟的秘密，他们只对政府的高层负责，没有把秘密告诉公众。他还说这个外星人有很多高科技之类，拿着这些科技人类就不用那么累了，可以躺着就能产生出很多的新的这个商品物品之类的都是自动的。这个人说这些话都是他被绑架的时候外星人跟他说的，所以当时这个 FBI 就潜入了集会，把他的讲话全部都记载下来，在1960年就封存于 FBI 档案中。以前我们听到这些的话，可能觉得这个人肯定是什么疯子，但是现在看来好像这个讲的都是真的非常有意思。感谢大家，喜欢深入了解世界秘密的朋友，请加入我的会员，选择太阳系护法就可以了，1个月1杯咖啡就可以支持我的创作。大家还可以免费下载、免费玩突袭暗影传说来支持我，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